各位道友，大家好，我是老人啊。这期我们继续把腿讲完啊，然后画一个下半身的从体块到素体生理曲线的一个过程。最后再讲一下膝盖在屈膝的状态下的一些结构的分析啊。好，那么散修修炼不易啊，还请各位道友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腿肚子啊，叫腓肠肌，它是接在我们股骨这个内侧髁和外侧髁的上头上面的一边，然后这样子过来，出来之后是会把这个腓骨给遮住的。然后在大概胫骨一半的位置，把这边肌肉也遮住了。在胫骨一半的位置呢，形成跟腱，一直连到脚后跟，这个跟骨，连到跟骨上。这边有一些就看不到了，我要擦掉。然后在这个菱形区域中间啊，还有一块肌肉叫直肌，它跟下面的这个比目鱼肌啊，在下面，在这个腓肠肌的被腓肠肌盖住的一部分比目鱼肌，它们一起跟这个跟腱连在一起啊，也是连到脚后跟。然后从后侧还能看到三个肌肉吧，那个内侧的话是能看到一个叫指肠屈肌，它会覆盖掉一部分的内侧的胫骨。指肠屈肌，它的作用呢就是弯曲这个四个小脚趾头啊，四个脚趾头。然后指肠屈肌呢还有一个母肠屈肌啊，母肠屈肌是深层肌肉，它在里面看不见的啊，它的作用是弯曲大脚趾啊。然后外侧能看到两个肌肉，分别是从腓骨头上面下来的腓骨长肌，然后从腓骨中间出来的腓骨短肌，它们两个是叠在一起的。然后它们是接到，腓骨短肌好像是接到这个第5个指骨上，然后腓骨长肌就会穿过脚底接到内侧，啊，足的内侧接到第1个那个指骨那个附近。我们再来看正面啊，正面能看到这个后面的腓肠肌，把
形状画一下。这下面是那个比目鱼肌啊。这块肌肉可能没有这么大，要画小一点。这边的形状也没有这么大，这样一个形状。好，然后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肌肉叫胫骨前肌。胫骨前肌它是从开始的地方是刚好髂胫束差不多结束的位置，从这开始，然后这样斜着会覆盖掉胫骨的一部分，连接到这个位置。然后它下面，会有一个肌腱穿到这个第一节这个指骨的下面底部。这样一条肌肉。这边后就没肌肉了，这边就是骨头。然后这个中间还有两条肌肉啊，一个是指肠伸肌啊，和指肠屈肌的作用相反啊，是用来伸展脚趾头的啊。它的位置是在这个胫骨前肌后面，也是连在胫骨上，在稍微高一点的位置，这样连过来。这个位置，差不多在这里结束。然后它有4根肌腱是连到这个4个脚趾头上的。那它还覆盖掉了一个肌肉叫母肠伸肌，对吧？母肠伸肌这边出来是连接到这个大脚趾上的。啊，这后面还有一条肌肉叫腓骨长肌，从这个腓骨上面下来，然后接到前面去，不接到后面去，接到腓骨头的这个叫外脚踝嘛，在后面。如果画肌肉发达的人的话啊，是能够看到这两条肌肉的。如果就是画普通人的话，只要记住这个胫骨前肌就好了。后面肥肠肌的这个形状修一下，没有这么大啊，差不多这么大。我来看一下侧面的外面肌肉是什么？哎，我这缝匠肌居然忘画了。转到那边去了。这个髌韧带连一下啊，髌韧带它是连在这个叫胫骨出笼的这里有一个点的上面。
这个股二头肌再修改一下。股二头肌它其实有2个头啊，一个长头，还有一个短头啊，虽然都是连在腓骨上的。还是先画腓肠肌啊，它从这儿出来的，对吧？其实就是画一个腿的外形嘛，啊，连到这个跟腱上，啊，跟腱连到这个脚跟的这个跟骨上。差不多一半的位置。然后下面是比目鱼肌，比目鱼肌是接在胫骨上的，在这个位置和它合并成一个。然后是胫骨前肌，从这边髂胫束结束的地方开始，到前面去，啊，它就看不见了，绕到前面，绕到另外一边去了。然后它后面是指长伸肌，它这个高一点的位置。这边连到4个脚趾上。然后腓骨长肌，腓骨长肌会遮住一部分这个比目鱼肌，所以从前面看是看不到了啊，比目鱼肌从前面看就看不到了。然后下面是腓骨短肌，那么这样从这个腓骨下面的这个外踝绕到下面去，绕到这下面。肌肉的形状调整一下，这个稍微会鼓起一点。好，夹在这2个肌肉中间啊，还有一条肌肉，也是属于深层肌肉了，但是它有个紫色，这个叫第3腓骨肌。
它这样就刚好和后面这个腓骨长肌和短肌，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前面，把这个位置腓骨的这个我们脚踝的外踝夹成这样一个形状。来接到下面去，把这个形状画一下。红色醒目点，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是骨头啊，在这一侧的这两条肌肉把它夹成了这样一个形状。我再把内侧肌肉画一下啊，缝匠肌。绕过来，接到胫骨出笼下面前侧一点的位置。然后内侧的肌肉，在这个是耻骨联合，对吧？这边是耻骨联合，耻骨联合上接的是长收肌。哎，换个颜色，长收肌啥颜色？绿色。长收肌啊，耻骨肌看不见了，被遮住了。啊，然后这个坐骨这边，耻骨和坐骨连接的位置，靠前的坐骨靠前的地方是什么？股薄肌。股薄肌啥颜色？紫色。股薄肌，股薄肌和它是侧面嘛，代表的是这个我们这个圆柱的一个侧面啊，内部的侧面。它会和这个缝匠肌汇合，在这个位置，这个额足。好，股薄肌后面是什么肌肉？股薄肌后面能看到的是叫大收肌，大收肌。大收肌其实是很大一块肌肉啊，其实是很大一块肌肉，它是几乎覆盖了整个胫骨，股骨。然后是半膜肌和半腱肌。半膜肌是绿色。半膜肌是比较鼓起来的，鼓一点的。它是接在这个胫骨的上面的位置。然后半腱肌，半腱肌是比较薄的，连到后面。额足三剑客在此汇合啊。然后是臀大肌，这个点。
这边后面差不多是这样哈，前面是股四头肌，这出来从这个髂前下棘出来，股直肌，然后内部的话是能看到股内侧肌。内侧肌，接在这个髌骨的内侧，上面的内侧。啊，髌韧带画一下，然后是下面的肌肉，还是先画腓肠肌，从这出来，接到根骨，在一半的位置形成跟腱。然后下面比目鱼肌，这应该再大一点，这应该再大一点。比目鱼肌，然后这下面有一个什么指肠屈肌，指肠屈肌。连到下面去。前面能看到胫骨前肌，胫骨前肌，啊，盖住一部分，又没全盖住胫骨，盖住一部分胫骨，然后就有一根筋，有一根连到这儿，这边下面。好，胯部和腿部啊，从外面能看到的肌肉基本上就在这了啊，基本上就这些了。现在来画一个什么呢？画一个二次元常见的女孩的站姿吧。啊，应该是就是有一点那种
内八嘛，内八的腿。这边这条腿稍微翘起一点点。下面稍微有点微微的弯曲。这条腿稍微靠后。然后注意一下中线，我想让它，这条腿朝这儿，这个脚是朝这个方向，这个脚朝前一点的方向，就画一下中线。脚的朝向和胫骨的方向是一样的啊，胫骨的中线就决定了脚的朝向。要让脚站到地上，这个朝向的话，脚的方块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把上面的髂脊找一下，这个后面这个髂后上棘，
在1/3的位置大概啊。女性的后面开口比较大一点，前面髂前上棘，连到后面去，上面有个高点，有个高的地方，然后下来再连到髂后上棘。把我们需要的线补充一下，画的粗一点。复制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肌肉找一下啊，正面腿部和臀部的肌肉找一下，顺便复习一下上面这个肌肉。红色。首先我们来找股骨大转子啊，在裆部的位置，大概在这儿。
然后缝降肌绕到边上下来，这边也是。这个上面从髂筋束，对，这边是阔筋膜张肌，然后在侧面形成髂筋束，接到膝盖这边，缝降肌也接到下面胫骨下面，这上面还能看到一点臀中肌。膝盖找一下啊。膝盖在这个我们这个球是膝盖嘛，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脚是朝这个方向的，我们这个中线是这样上去的，它其实就在中线的中心啊，在这个球体中线的中心是我们的膝盖。膝盖呢是一个小盾牌的一个形状啊，我们在这画一个大概一个小盾牌的形状。这边也是一样，这边这个中线它是这样朝向的。中线是这样过来，在中点的位置画一个小盾牌的形状。这边也是阔筋膜张肌。臀中肌，然后髂筋束过来，在侧面过来连到膝盖在这儿嘛，膝盖下面就是胫骨，胫骨稍微也画一下啊，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上面是一个胫骨的这个台面，然后胫骨下面呢有一个小三角形，就是它的胫骨粗隆。胫骨粗隆这边对过来差不多的位置，这边有一个小三角形，胫骨的一个台和上面股骨连接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里还有它的这个髌韧带，对吧？髌韧带，然后上面是股四头肌的韧带。不，股四头肌的肌腱，说错了，股四头肌的肌腱下面是韧带。啊，这边髂筋束从这边过来接到这儿，这边缝降肌过来接到这儿。好，然后接在这里面的这个耻骨上的耻骨肌，接在耻骨联合边上的长收肌，接在这个底下的股脖肌，股脖肌和这个和缝降肌汇合于这个点，汇合于下面这个点啊，然后找一下股四头肌的一个形状，从这边髂前下棘出来的是股直肌，它会连到这个地方。然后靠外侧的是股外侧肌，靠内侧的是股内侧肌，这样一个上一个下啊，形状是这样。啊，这边就不画了啊。
画一边吧。这里其实还有空啊，这个髂腰肌啊，不太画髂腰肌。然后看下面小腿的肌肉。这里还有个肚子，这个肚子稍微往前隆起一点点。这边收进去，它是往后面收进去的。再看一下小腿上的肌肉，膝关节外侧有一条肌肉绕过膝关节，接到前面的腓骨上的是什么？股二头肌股二头肌接到这个胫骨边上的腓骨上然后从上面还有一条肌肉下来，小腿上的腓肠肌。腓肠肌在内侧还能看到一点。这个时候把脚踝找一下内踝高，外踝低。这个球体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脚踝了，上面就是内踝，下面就是外踝。内踝稍微大一点，鼓一点；外踝呢小一点，长一点。里面这样胫骨的一个形状这边就没肌肉了。然后腓骨和髂胫束差不多的位置是胫骨前肌胫骨前肌到这个位置。到脚背的大概在脚背的这个位置，然后下去。这还记得指肠伸肌吗？指肠伸肌也是在脚背上，然后从另外脚的外面下去，这样两条肌。还有胫骨长肌到后面去了，到这个外踝的后面去了，看不到了。然后这个阶段我会习惯性的把脚画成鞋子的形状脚背其实已经画出来，就差不多是个脚背，然后前面稍微改一改，前面改的尖一点，就是一个鞋子的形状。稍微大一点。这边也画一下，外侧进来股二头肌接在腓骨上，这里面是内踝、外踝。腓肠肌。
这一侧可能就看不到腓肠肌了。这边这个转过去了，这边可能就遮住一点，被胫骨遮住了。然后胫骨的弧线画一下，可能能看到一点点这个下面的比目鱼肌。胫骨前肌。前肌是能看到的，前肌接到这边脚背上。然后这个是直肠伸肌，然后把鞋子画一下。这边膝盖应该是顶出来的，所以这边的结构可能是看不到的。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勾一个线。然后我现在发现，这个臀部和这个腿肚子，它们距离不是太近了啊，我要稍微把它画大一点，然后拉开一个对比度。女孩子呢，就是臀腿会有一些脂肪啊，所以其实这个内部呢，它不是这样子下来的，它是会稍微鼓起一点，然后被这个缝绛肌稍微裹一下啊。缝绛肌这里呢，又会稍微被这个股内侧肌稍微顶起来一点点，鼓起来一点点。
然后这里呢，又是这个我们膝关节的这个内部，它也会被稍微顶起来一点点，连到下面去。然后这个外侧呢，这个股二头肌过来，它其实是有点鼓的啊。但是我们为了保证这边这个线条流畅啊，所以通常是画的凹进去一点，然后再接腓肠肌。这里面画小一点。这里面肌肉穿插可画可不画啊。如果是穿那种露脚背的鞋子的话，可能会看到一点脚背上的这个肌肉的一个穿插。如果是穿全包住的话，就看不见了。穿袜子就更看不见了啊！这再调整一下。我妈耶，我怎么把这个比目鱼肌忘画了？然后这个腓肠肌画这么大，画细一点。这样一条线，干净的线，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各种各样起伏，稍微复杂一点啊，做一个对比。啊，然后膝盖怎么画啊？正常的膝盖结构，这个上面有一个梯形，对吧？这个是股四头肌的肌腱啊，然后中间是画骨头啊，就是画这个膝盖骨、髌骨，是这样一个小盾牌的形状啊。然后下面是画什么？下面画这个髌韧带和胫骨出笼啊，这样子的感觉。我把这个隐藏的看一下，画出这样的感觉啊。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画女孩子的话，这个是不画的。你愿意的话就画一点这个，下面这个就可以了。一会儿再看，这边稍微小一点。好，这边画一下。这边股二头肌也是这样顺过去啊，本来应该是鼓起来的。小腿画狭一点，肌肉不要太发达。
膝盖的肌肉膝盖的结构画一下，就顺着这个胫骨出笼，然后膝盖骨稍微轻轻的画一画。关掉底下看一下。这个地方应该稍微往后去一点。微屈，微微向后屈。然后女孩子的话就是弱化结构线啊，就把这些外面的线呢画的圆润一点，里面的这种穿插的肌肉穿插的结构线都去掉，尽量的都去掉。画成圆弧的形状。
弱化它的结构的穿插啊，画一个普通女孩子，大概就这样。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画，画这条线画小一点，一点点，外面穿插都去掉，保证外轮廓是一个比较圆润的状态。啊，差不多是这样了。我好像小腿有点短啊，没有关系，我们把它接长一点，从腿肚子这儿往下拉一点。看一下比例，差不多。把线再接上。好，这样就差不多了啊。现在知道那些大佬在画这内部这些起伏都是什么东西吧，是吧？然后这里还稍微可能要注意一下一个节奏感。然后你看我这等分了啊，差不多一样长了，我把上面画短一点，下面长一点。膝盖再调整一下，把这个胫骨错拢往上去一点，这个穿插往上去一点，膝盖的。这个膝盖骨要不要画？好纠结。就这样吧。啊，如果说我想画一个体育生或者舞蹈生啊，那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其实就是把这个肌肉的穿插啊给画出来就好了。画一下吧，复制一个，应该不需要这个，把这个复制一下。
轻轻的把这个股四头肌群画一下。用线要轻，不要太重。胫骨画一下。这股二头肌的穿插画一下。这边可以画的稍微大一点。然后这儿的胫骨前肌，接到脚背上，脚背这的肌肉画一下。这边指肠屈肌指肠伸肌。这里还有两三条肌肉，对吧？然后轻轻的画几条线。然后这边也要画一下。
这边也可以稍微鼓起来一点。稍微看一下，比较长一点。啊，这样就感觉对比一下，是不是感觉这个就像一个体育生？这可能有点线条有点多了，擦掉一点。如果感觉线条多了，就稍微擦掉一点。这些比较代表肌肉线啊，就轻轻的、轻轻的画一下。啊，差不多就这样吧。不画比较好看点。然后这的肌肉穿插其实是从上往下穿的，是这样的穿插关系。中间先让它断开。这个是普通型，这个是运动型。OK，好，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屈膝的时候，膝盖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是接近真实情况的我们膝关节的一个剖面图啊。然后，但这个形状呢其实是不好记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简化。就是我是把上面这个股这一块理解成一个椭圆形，这样一个椭圆形，是吧？像个土豆一样。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平台啊，这个斜的也不太好记，就记成一个直的就好了。一个直的平台，
然后它在这个前面呢，就叫胫骨出笼嘛，这个地方它会斜着出去，这边出去之后再收进来一点。我是把它简化成这样子去理解啊。那我们看看在这个腿上是怎么样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后面有一个鼓起，这个肌肉鼓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被骨头顶出去了嘛，被这个地方顶出去了。这个膝盖骨，我们的髌骨在这里，是一个小盾牌的形状。这是一个椭圆形。然后下面是一个，那下面这里是髌韧带，就不要管中间这个这些凸起的东西啊，这些凸起的东西，它这个叫脂肪垫，上面有一个带，这个有一个条状的，这个是髌韧带，是髌骨连接胫骨出笼下面的那个点，下面这个点的一个带状的一个结构。找到这个就能找到这个小三角。胫骨出笼是一个小三角，然后下面的平台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胫骨的这个平台我们就找到了。它是这样子，它是这样子斜着出去一点，然后再收进来下去。这边还有腓骨。啊，我们通常画的时候换个颜色，通常画的时候是把上面弄成一个圆柱，上面是个圆柱，哎，下面也是个圆柱，对吧？然后中间是一个球体。我一般画的时候是这样子画，这样比较好理解。然后正好中间呢就是这个髌骨，我们的中间就是髌骨，这样子画。然后当你理解了骨骼的形状之后呢，在画的时候把骨骼稍微补一下，熟练以后就不用了啊，就是在不太熟练的时候把骨骼补一下，就会知道啊，其实这个外面其实是画的一些骨骼的轮廓，然后后面是肌肉的轮廓。啊，这个，然后到这边微曲的时候，区别于其他的，把这个稍微关一下，区别于其他，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特别的突出，区别于其他的屈膝的情况，是因为呢这个椭圆形它这个尖的部分把膝盖骨顶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微曲的时候会显得特别突出。然后这个结构想到什么了？看到这个结构有没有想到什么？就 EVA 的膝盖嘛 ，EVA 膝盖，这上面还有一个结构。好像怎么画的，是吧？好像怎么画？我简单的画一下。膝盖骨很明显嘛，小盾牌，然后这里胫骨出笼，这是髌韧带啊，那就可以通过这个坡面，然后再通过这上面就能看到它的这个椭圆形在这儿嘛，椭圆形把它顶出去了。然后下面是一个台面呢，这个小三角，从这个三角形，哎，看到一个三角形，就能看到就找到一个小台面。这样。然后还有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我们这个
股骨啊，它在屈膝的时候，它是往后面去的，它是慢慢往后面去的。你看这个位，它是发生了一小段位移的。你看这里是这样的，对吧？到这儿就已经有一小段位移了。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膝盖弯曲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这个股骨在后面，胫骨在前面。这个也蛮好分析的啊。那这个小盾牌也是韧带，下面就是一个小三角，很快就能找到一个小三角，往后，再往下上下来。这个椭圆形。一个台面，其实这个外侧它就是股骨啊，这个外侧的边缘就是股骨的这个角。膝盖就是这个是90度了嘛，90度就会发现我们这个髌骨啊到后面去了，就是股骨已经往后有一点位移了，然后这个髌骨就基本上和胫骨在一个平面上了。你看他们在一个平面上，对吧？但还是很好找的啊。画一下啊，这个小盾牌在这儿。这个外轮廓就是骨头的轮廓，然后这个髌韧带一个点，然后就会有一个三角形的台面找到了。三角形台面，那这个鼓起来了，这鼓起来就是这边的边缘，这边的这个边缘。好，然后这前面4种情况啊，其实都可以用到这个圆柱加球体的画法啊。这个地方稍微讲一下，你看这是个圆柱，这是个圆柱，这下面是个圆柱，它中间出现了一个90度的夹角嘛，对吧？90度夹角，它中间是个球。看它膝盖在这儿嘛，是不是就刚刚好在，还是刚刚好在它们中间，刚刚好在这个球体的中间啊。用这个方法来找膝盖骨，找膝盖骨，这个方法都是很好。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用在这个坐姿的情况。然后肌肉其实跟站姿是一样的，就肌肉这样连下来，你骨头的位置知道了，你肌肉连在哪个骨头的哪个位置，就连在哪个位置就好了。就这样线连过去，那横降肌在这个下面嘛，就这样连过来就好了。股脖肌中间，然后后面那个半腱肌都连在这个点嘛，那就肌肉就这样一个跟站姿的时候是一样找就好，无非就是这里边可能会折一下嘛，对吧？站姿的时候这样竖了下来，这边稍微折一下。到这边就折的更多了嘛，到这边，然后这边的情况，这边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因为它是折叠起来了，两个腿骨基本上折叠起来，把这边的肌肉挤压出来了。那么肌肉挤压出来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好，那这里的骨头怎么找？
们先来看啊，这股骨，它这个股骨已经转到后面去了，是吧？股骨的这个椭圆形，那其实就是这个边，就这个边。看到这个边，它的股骨这个椭圆形转到后面去了。然后这边是膝盖嘛，膝盖骨下来，因为它这个折叠了，我这个边画的不是很准确啊，这边这个角度没有这么大，折的没有这么大啊。当它再往后面折的时候，这个上面的面是不是就跟这个韧带叠在一起了？所以他们两个叠在一起了。啊，这个平台它是这样子，尽管它绕到后面去，但它们两个平台还是连在一起的，还是有连接关系的啊。这下面的面在这里，差不多在这儿，这样绕下去。会有一个压缩关系啊，不一定画的很准确，大概意思就在这儿，意思在这儿啊。啊，然后这边折叠起来肌肉是什么？上面的肌肉就是我们大腿内侧的一些肌肉，对吧？缝匠肌，接到这下面来。他们概括起来呢，就是他们会这样子折过来，然后这儿挤压起来了，有一些脂肪啊、肌肉啊，就发生了一些挤压关系，这里是会鼓起来。下面呢，下面就是肥肠肌嘛，肥肠肌也会鼓起来。然后在这个姿势的时候，因为它上面的肌肉是拉伸的，拉得很长的嘛，所以它会上面的肌肉会变得比较薄，起伏就会不太明显啊，本来也不是很明显。啊，这边也画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小盾牌，髌韧带啊，这个突出的，很明显的，这个不要怀疑啊，就是胫骨出笼，一个小三角形的台面。那这个后面就是腓骨嘛，这个是股二头外侧的股二头肌接在这个腓骨上，它这出现了一个鼓包，小鼓包。然后上面，这个形状很明显了吧？就是股骨嘛。上面是股四头肌的肌腱。坐姿和蹲姿的时候，其实搞明白这个骨头它们是怎么连接的啊，就比较容易画了啊。其实这个要用圆柱画也是可以画的，用圆柱画也是可以画的。
然后还有就是肌肉接的时候，坐姿和蹲姿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个转折啊，从大腿接过来的肌肉在胫骨这儿它会发生一个转折啊，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难的地方。好，那么这期内容就到这儿。下期我们讲手臂吧，下期讲手臂。好，散修修炼不易啊，请各位道友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山高水远，我们下期再会。